好了，各位亲友大家好啊！今天是正月初十，正月初十啊，十全十美，祝大家圆圆满满，事事顺利啊！我们前面有一次分享了，就是应该是过年前吧，分享了说在我准备与家人的对话，就是参禅的这一刻的过程中，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然后呢，这个朋友呢打了将近1个小时的电话，他纠结一些问题啊，就是当我很心烦的时候，我突然我在准备这个课，我就意识到了他不是来问我问题的，而是来给我什么当头棒喝的啊！哎，当你有这种觉知之后，哎呀，你就开始听，就开始静静的聆听了。当聆听不单单聆听他的话，也聆听自己的心，那么整个故事的意义就变了。过去的烦恼啊，就一下子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他给我修行的礼物啊！我就后面还讲了说，过去就现在好像可以改变过去一样，改变你对过去的那个认知。讲了这样一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就是我准备的那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与家人的对话，就是参禅。那为什么说与家人对话就是参禅呢？那就是说和家人对话在哪儿呢？就在家里面。那也就是说，家就是那个禅宗的道场。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想参禅的本质是什么呀？参禅就是要打破，简单来说吧，就打破你平常那个惯性的思维，不让你把你平常缠绕的这个思维全给打断了，全给停止了，你就直指什么？直指本心。那你想一想说哪里是最能打破你的惯性的？不是在禅堂里，在禅堂里往往什么？没有人去干扰你，很安静。那除非当然禅师会给你出各种课题了那么给出课题最多的是哪儿呢？其实是家里面，就是你的客厅，就最能打破你的惯性的，不是禅堂，而是你的客厅。你看家人的对话当然有的家庭就很好，但多数家庭对话家人对话会怎么样呢？就充满了情绪，充满了惯性的反应你怎么这么个样子？你一辈子就如何如何？你看家里面有人经常会说出这样的一些平常跟朋友之间未免是很不会说的话，家人之间就会什么东西不管不顾那么这些话那就是打乱充满情绪的惯性反应的对话，有时候恰恰就像那个禅师给你当头棒喝的那个话一样，就好像是活生生的那个人参话头。那禅宗师傅用当头棒喝，让你的思维卡壳回归本心。那你家里的那位直来直去的亲人，家里亲人他不会说含蓄或者怎么样说天天都给你当头棒喝，他只是什么没拿那个棍子而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吧？家里面人经常会什么呢？你说什么他就跟你反着了，就跟你对着了。其实这是干什么呢？真是在修行。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引进一个比较新的理念，其实也不是很新，过去没怎么特别讲过这样一个内容，但我觉得从我个人体会来说就是观察感受来说，我真的很有用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着人你看人有肉体的这个身体，就所谓肉身、肉体、你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但同时在这个人的肉身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什么身体呢？我把它叫做气身，一个气的身体。平常家里面人生气吵架，并不是两个肉身在吵架，很多时候是那个气身在吵架，就两个气身在吵架。那这个气身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把这气身分成两大类两大类。一类呢，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苦气身，就是你如果有了这种气身的话，你的生活一定会苦的。另外一种气身叫什么？叫福气身。你有这种气身的话，你一定是有福气的。当然这两个，一个苦气身，一个福气身，我也曾经把它叫过什么呢？苦气身叫负气身，叫负能量嘛，负气；福气身叫正气身，正的能量。但我觉得还是苦气和福气这两个，你一听就好像更加贴切一样。那苦气身里面，比方有什么呢？说这个人很好斗，说你看他都哪斗气身，他总要跟人挑逗，总要跟人争辩，他总是要斗。你看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嘛？很多家庭有这样，他总会挑起一些事端，那是这个斗气身。
再有什么呢？这个人哎呀天天憋一股气，走到哪儿啊，哎呀就不敢说不敢言，不敢怒不敢言，憋在身体里面，那个憋气啊，憋得很难受。那这个你的这个憋气声，整天怄气，哎呀怄气这个有没有你这个怄气声，整天怨气声，这个太多了。说这个一身怨气，一来说一身怨气，他一身是怨气，那就是他这个气，你看是个怨气，他这个身体这个气身呢是个怨气身，怒气身，怒气身，一股傲气身。大家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仔细体会体会，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气身，类似这样的气身。那么你又有了所有的这样的气身，它都是负面的能量，那一定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很苦，或者吵架，或者不愉快，你或者怎么样，一定是这样的，你不会很愉快，那么就导致最终这个气表现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好像生活很苦巴巴的，哪怕你很有钱，可天天生气，你也不幸福，所以把它叫做苦气身，说是命苦一样，很苦气身。那这个福气生，你比方说，哎呀，这人很和气，很和气，说是他一团和气，说哎呀很有喜气，喜气，就是说这一身正气，说这个朝气蓬勃。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哎，这都是什么呢？一个气态的身体，叫气身。你一听到那苦气声，听到那些词儿，你会觉得哎呀怨气、憋气，哎呀烦气，你听了就不舒服。你一听到和气、喜气、正气、朝气，一听了你就什么，哎呀，觉得那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大概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气声从哪儿来的呢？我就觉得这个气声呢，它是和你的身体一起长大的，它就好像在寄居在你身体上一样。比如说我们看一棵大树啊，树上有很多植物啊，它就寄生在这个树上。你外人一看，就好像你看不清楚那个大树的本质的，它的那个树皮什么样了。哎，就看这个寄生的那个植物，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样寄生的植物爬满了整个树，甚至有的甚至把那个树给弄死了。它吸收那个树的营养，甚至有的时候把树缠就搞坏了。我们这个大家就清楚哈，你的气声也是这样。你的气声就寄居在你的生命之中，它也在吸收你的营养，也在遮挡什么呢？遮挡你内在那个本性。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它在遮在你身上，你有怨气身，也有什么怒气身，也有正气身，也有和气身。就像前面我们曾经分享过的那个一样，你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版本，这个不同的气声在不同的时候，它会展现出来。哦，所以你就知道，哦，我身上寄居着很多的气身。那就说了，比方说，当家人说你一身怨气，说你一身的怨气，是你怨气一身看一身怨气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可能不是你的本心，而是你的怨气身。我说清楚，他说你怎么一身的怨气？他看到的你的怨气深，他没有看你的本心。你心里面这个话可能是好心好意的，可是你说出来的时候呢，表情、动作、语气表现出一个埋怨的状态，那别人就只看到你这个怨气深，没有看到你那个本心。而当你说别人的时候，你说别人你怎么那么好斗，有可能不是别人好斗，而是你的斗气身在作祟。你有个斗气身，你就总去感觉别人也好斗一样。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就是说双方他看到他的气身，他看到他的气身，都没有看到对方的本心。所以说家庭的争吵啊，大家注意，往往是什么呢？你一个人的斗气身撞上了另外一个人的憋气身、怨气身。我说清楚没有？也可以说就是两个苦气的人，苦气身在打架。那个肉身，我说了一个词啊，就肉身只是那个背锅侠，就好像两个肉在打架，其实是气身在打架，气身在打架。那我引入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在家庭中说话就是禅修嘛，怎么去修的问题。那家中怎么去修呢？要分成应该一次可能讲不完，今天主要讲一个内容，就家庭中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什么呢？要从反应到回应，反应到回应，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哈，这个反应是什么呢？比方说家人说一句话，一句抱怨，你立刻就会反击。生活中太多这样，我见过太多的夫妻是这样的了，一说马上就开始反击，就是一说马上就开始反击，马上接着就战争升级。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反应。这个反应呢，就是惯性的，因为长时间斗已经形成了这个两个气声早就这样形成个习惯，你都不知不觉的这个话就怼上去了。有没有这样太多这样？你不知不他说着我就呛起来了，呛完了有时候甚至不知道刚才为什么呛，因为那两个气声他不管为什么，他就是要呛，要在一块呛。这是什么呢？是反应，是瞬间的、惯性的。就这个气声的反应的时候，它是不过脑也不过心的，脑子它不用想，心更不用过，就是这么干。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就你家里面有这种情况没？你自己本身有这种情况没有吧？肯定有，绝大多数人都有。那么回应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家人一抱怨，你刚又马上暂停1秒，停一下，有个觉知，就让你对出去的反应有一个回旋的余地，回旋一下，所以叫回应。我这是用这个词儿怎么说？回旋一下，不要那个刀子嘟就出去了，转一下，转往哪儿去呢？你刚才要扔给别人的，一转扔给自己，叫回，先回来一下，去映照一下你内在你自己的心。我说清楚没有？这个话从哪儿出来的？是谁在反应？是哪个气声在反应？不是我在反应，是我身上的那个怨气声，是我身上那个斗气声，他想要干架。然后你就平和了，就从反应变成回应，然后就平和的跟对方交流。这时候一下子就免除了很大的争吵，很多争吵你就可以免除了。从反应到回到你这儿来之后，你去觉知，然后你再去说话就不一样了。说三思后行嘛，三思后行。说这个就叫回应。回应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有觉知的，是有点延迟的，哪怕只有1秒，哪怕只有半秒，你有一个延迟，这个延迟的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禅修的时间。我说清楚没有？要从反应到回应。那有人可能会说了，说老师就不太对呀，说你看我们讲本能，不虑而知，你不用想，马上就知道了，就本能的反应是这样的，本能是直接反应，不过脑子的，他不需要头脑，本能就帮助别人摔倒了，本能的去扶，这是对的。这种本能呢，跟我这儿讲的不太一样，但其实也是一样的东西大家想我们要去本能的去反应，从内在那个本他去反应。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绝大多数人那个主那个本就是那个主那个主就你那个本能或者说那个良知或者那本能已经被那个习气被那个气声盖住了，盖到里面去了，直接跳出来的假扮成本能去反应的，往往是那个寄居已久的那个苦气声。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个苦气声看到酒了就馋，看到烟我就想抽，看到打麻将我就要去，那是本能吗？好像是本能，其实不是，是你的苦气声，那个贪婪之气，那个气声他想去干那个事儿。
想去抽烟喝酒，想去赌博，你身体这个背锅侠带着你身体去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也是直接反应啊，可是那个直接反应，因为你本能已经给盖住了，所以你要说我这么一弄就是本能，那不是了，它已经不是本，是那个苦气身呐，就带着你往不好的方向走，那个是他去的反应，因为我的本能覆盖已久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而家人之间对话的时候，往往是苦气身在斗，那个身体就随着他走了，当成背锅侠了。那么再想一想，你那个心呢？心跑哪去了呢？那个本心呢？就是那颗依然家人之间依然彼此相爱的那个本心，吵架的时候爱就没了。不吵，其实那个本心怎么样呢？他被那个气身迷惑而糊涂了，一片气就是怨气，这个斗气声、苦气声在那斗，这个心就被迷住了。大家想一想，这个身体呀，就像一个王国一样，一个国家一样，那个气身就像你生命王国中的那个间谍或者奸臣，是吧？是那个奸臣，而你那个本心，你自己呢，就忘成了什么？那个忘却初心、失去智慧的傀儡的国王。你总听那个这个奸臣的气身，他想干啥？你就不能干什么了，你就被他利用了，你被他架空了，你就成了气身的奴隶，也可以说你就成了习气的奴隶。大家注意，每个人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气身。那么从反应到回应，那具体怎么去做呢？大家注意啊，我想了这么几点，具体怎么样去做啊？如何在家里面这样对话之间就参禅？第一步，我把它叫做什么？叫数一数二。这数一数二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按下暂停键，就跟你刚要发火的，心里面一数，有时候你不用数出这个词儿，我把它叫做数一数二，就好像挺有意思。数一数二，不用，其实都不用两下，一下就够。当然你可以3下也可以，这1-2秒就是你的禅修间隙。你那个空，他有来一句话，你刚要回，还没反应，听中间有一个空，你创造了一个空间，这空间禅修修心，给你心一个空间。然后第二步就觉察是谁在说话，刚才那个念头是谁？刚才想怼回去，想是谁的？是我真正的个本心吗？还是我的斗气声在抢我的话筒，抢我的说话权？大家想一想，有的时候大家没有这样的情况吗？吵完了架，吵完了就后悔了呀，昨天怎么说那句话？当时为什么控制不住？当时你没有控制，被你那个苦气声用了你的嘴去说了话了，抢你的话筒就抢你的嘴了。说你说完了之后后悔，为啥后悔？那苦气声落下来的时候，你本心起来，后悔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觉得是谁在？是哪个气声在想讲话？当然不用说哪个，就是苦气声想讲话，基本就是这样。那第3步就什么呀？切换。刚才说气声，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呢，各种版本，人生各种版本嘛。这个气声也是有各种版本，有苦气声、福气声、正气声，也是各种版本。我那个怨气声刚要去怼，咱们用现在一些时髦的大家都用的，我这像怨气声像一个账号一样，一个版本一个账号一个版本，我退出，刚才我登录了，现在退出登录不干这个事儿了，怎么办？我用和气声这个账号登录，就是我这个身体生命表达，过去是用被那苦气声占有，用苦气声去表达我的生命，现在不行，绝对是不对，我不能用它来表达，我要从它这退出来，退出这个苦气声账号，进入什么那个福气声的账号或者和气声的账号，重新登录，用这个新的账号去说话。这就是什么？这个觉察和切换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参你的话头啊。
谁在说话？哦，是我的邪思妄念，还是我的正心正义？切换什么？切换这个版本，气声的版本要去切换。就我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气声，那我就不能够用那个苦气声来去表达我的生命，我要用那个福气声、正气声，让它用我的嘴、用我的生命去展现什么？展现你内在那个良知的那种状态。所以，那么从这一点上讲哈，就是我们平常和家人之间的对话，那和家人的，比方说对话吵架吧，其实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啊，就是你在和自己的苦气声要进行和解，就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对话的人就会变样。你比方说过去你会说，他怎么老针对我？现在你知道，是我有怨气声。吸引了他的怼气声，他要怼我。为什么要怼我呢？我这个怨气声，他那个怼气声，看着这个怨气声就不习惯，我就要怼你，就要找你事儿。我表达清楚没有哈？因为我有这个怨气呀，他感受到了，他这个人好像没感受，可他身上那个怨气声感受到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跟你干起来了。过去你总觉得我要改变他，我得好好就要改变他，现在你就明白了。要改变的是我身上那个容易引战的气声，他怎么老找我事儿？现在知道不是他要找我事儿，而是我身上就有事儿，我有这个怨气声在这儿，所以他总是要找着怨气声干架。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就你明白这个之后，你就想，万事不要外求，不要求别人改变，得改变自己呀。当你把自己，比方说你身上这团和气，你的和气声养得足够强大的时候，那家人那个苦气声到你这儿就消融了。就像你是阳光，它是一个雾气，阳光太强了，雾气哗就散掉了一样啊。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真的是如此。今天讲的内容可能稍微多一点啊，就是比较大家过去没听过这个气声的事儿啊，其实过去曾经我也讲过一点啊，就是你有这个气声，所以这个呢着急不得，要慢慢来。这本身呢它是一个修行，你不可能做的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完美了，完美一下切换，那太完美太快了，太容易，那也就不用怎么修了啊，这是本身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所以当你一觉知，刚才我又生气了，那个气声又动起来了。你觉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的修行，你的禅修已经发生了。就哪怕你一天你只有这么一次，这一次从什么呢？从反应变成了回应，从斗气变成切换和气。那么这一天，就你已经在你家的禅堂里了，完成了一场什么高质量的静坐。不用多，一天一次也好。但其实当你今天有了一次，你一定会有第二次。因为什么？当你有了一次之后，你又发现什么？这太美好了，让自己的生命美好，让家人的生命美好，让家人的生活变美好。我为什么不去这样去做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想，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试，把它当成个游戏啊！你就想要把家人的每一句话，你都当成是禅师递过来的话头。你真的要去寺庙去拜师傅，你拜了禅师，禅师让你说什么话，你都这样来启发我开悟的。大家说你不会去怨那个禅师，不会怨师傅的。那你如果把家人每句话，过去我们讲私教也是这样，当成禅师递来的话头，每一次要发火有这种冲动的时候，我要看看气声，消停下来，是吧？气沉丹田，把那心好像收起来一样，都成丹田去，把它去练丹去那种感觉，不让它张牙舞爪出来，对吧？说家里面那你这样慢慢你就会知道什么，家里面的人或者是朋友那个总怼你的那个人，那可能真的就是来度你的菩萨，而且用最快的方式想度你呀。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好像一个恶行菩萨一样，
你看起来好像那种状态，其实他就好像我说我那个朋友这么纠结，让我难受的时候，那其实就是菩萨呀。就那些曾经让你心烦的话啊，我这么说，曾经让你心烦的话，都成了什么呢？打磨心性的金刚钻。那个金刚钻碰不巧弄到身上你就很疼啊，把你身体弄破了，对吧？但你经过用来打磨器械，可以打磨得很好。那个话你没把它当成你的修行，它就会伤了你。哟，他这个话来修我的，打磨我的心性，它就成那个金刚钻。大概说是不是这样？所以禅堂啊，真的不在深山，就在餐桌啊，你天天说话、吵架、争吵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我就后面讲一句话：2026年，我们一起啊，把家常话参成禅意，把烟火气修成福气。每个家里面磕磕绊绊的，锅碗瓢盆的，这烟火气很浓。你不可能没有说烟火气很浓，要把烟火气修成福气，把天天要教家常话嘛，家里面有时候话最放松最随意了，把家常话就参成禅意。好吧，我们今天讲啊，我们就讲这些。现在我们一起来锻炼啊。好，放松，放松。脚分开，安静。两臂慢慢上来，身体微下蹲，往这一站，600。像一切一下子就静止了。
切都停止了。头顶是虚空，脚下是虚空，周围是虚空，自己本身也是虚空。
静，安静。百会上领，就整个动作一起啊，好像也是很空的、很虚的那种感觉。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拨，重叠在肚脐上。安静，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整个形体啊都是空虚的。你就是一团正气，一团清虚之气，就好像那个清虚之气啊，正气之身，充斥整个虚空。气平，渐明，慢慢享受。导领无限虚空，停留一个呼吸场，慢慢下落。额头、面部、
师兄。父富贵婴儿，两手扶于左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慢慢向上。命门点按，手向前，打肚脐，点按，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好，我们现在静坐静养。注意啊，你往这一坐，一调整好，立刻安静。就立刻整个身体、头脑所有的能动的全部一下停了，就好像孙悟空用那个定身法一定，静止成木头人一样。
安静。今天分享的这个气声呢，这个反应和回应，特别这个气声，大家真的要经常去体察。当你自己一有变化的时候，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声在起反应。我的肉身里面有气，这个气声不能让它覆盖了我的那个良知，我的那颗心，不能让我那个本心成为这个气声的奴隶。我要觉知它，不能让它能掌控我的生命。所以不要气声去直接反应，而要内在那个良知，就慢慢的你也会练的就直接反应。它那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呢？是那个福气声。这个福气声强大了，那良知光明了，它直接反映出来的，那就变得不一样了。好了，今天我们就锻炼到这儿了，谢谢大家。